这五一啊放假这一天呢，我原本定了要去参加有3场婚礼，结果这板上钉钉的事儿啊，他硬是能给你撬开。昨天退了1场不结了，今天又退了1场，哎呀，我那个心呢真的是拔凉拔凉的。昨天呢，这个一下午都是在沟通这个事情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评评理，这段婚姻到底还能不能继续下去？这男女双方今年都是28岁，都在这个事业单位上班，也算是门当户对。这去年国庆节的时候通过相亲认识了，过了年呢就见了父母，这3月份呢俩人就订婚领了结婚证，也就是从相亲到领证呢，也就是半年的时间。这婚礼呢原本就定在了五一当天。这1周之前这个新娘的闺蜜出了个馊主意，哎呀，就烦这闺蜜，说一起出去嗨一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毕竟结婚了就不那么自由了。这新娘呢也同意了，这闺蜜就跟新娘说你看你马上嫁人了对吧？如果过去你有放不下的事情或者是人呢，咱们就好好去告个别。就这样，两人呢是各自约了各自的前男友出来玩了一天，用来告别过去。这2个前男友也是不嫌事儿大，不知脑子进了水还是抱有其他想法来的。这上周六4人呢就白天去玩这个游乐场，晚上就去蹦迪。这经过1天的这个友情撮合感情是迅速升温。闺蜜跟前男友当晚就和好了，而这个新娘呢还是有点底线的，让前男友把她送回家。这折腾了1天到家晚上都已经11点多了。两人就在这个车里就这么聊天告别，愣是聊到了1点多呀。我就纳闷了，这是聊水浒传吗？聊不完吗？依依不舍分开之后新娘就开始陆续准备婚礼了，因为马上结婚了嘛。周一的时候，这个新郎去找新娘去聊一聊婚礼上面那些事儿的时候无意之间看到了女方的手机，就看到了她跟这个闺蜜还有前男友的聊天记录。当时男方就特别生气，但是忍住全当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想去这个问问这个新娘看看她是怎么说的。结果呢，他去问这个新娘周末去哪了。其实这个男方心里本意还是抱希望，如果女方能够坦诚说的话，他会考虑原谅。结果呢，女方却说自己在家里睡觉。男方接着就把手机给扔出来问他去哪里了。女方一看呢，就赶快解释说只是出去放松了一下，什么都没有发生。说完呢，这个男方摔门就走了。当天下午呢，男方是打电话给女方的父母说这婚呢不结了，根本就结不了。第二天呢，女方一家呢还有闺蜜一起来了。这闺蜜这时候也是仗义全部承担下来，说都是自己约的，和女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男方呢说什么也不结婚了，饭店的损失呢由他来承担，要求女方是退还彩礼和5金，两人呢去办理离婚手续。这事后第3天，就是昨天，这个通知我说不结婚了，我就赶紧过去了呀。到了之后呢，这个男女双方已经是沟通的差不多了，就是要退婚。女方跟我说她只是出去玩了1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实际的这个事情。她跟男方呢都领证结婚了，这个莫名就变成了2婚呢，她向家里人呢也没办法交代。然后双方呢又是沟通了1下午，最后男方还是要决定离婚，说原谅不了。当你选择要结婚的时候就意味着选择了家庭和责任。如果还没收心，还想继续玩，对之前的感情藕断丝连，那就不要走进婚姻，对他不公平。至今呢，还记得马伊琍说的那句话：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如果是你，这婚你还结吗？有些人找对象你是瞎子点灯，你瞎找今天我让一姑娘给他择偶要求给气的那血压蹭蹭的有一位姑娘32岁，无车无房，北漂，她联系上我，想让我帮她介绍对象，说她的要求一般人给介绍不到，她要嫁的是京沪有房年入1000万的男人，是年入1000万不是身价1000万。我听完第一反应这姑娘条件一定很好肯定不差。我问她什么情况，她介绍我说硕士事业编制就年收入15万左右，身高168，体重100斤左右，虽然32岁，但是娃娃脸，看着像25岁的。给我一张照片，8成是带美颜的，看着确实漂亮。听完她的条件和择偶要求之后，我就觉得不切实际在北京这个城市论学历，单身女硕士那是一大把呀。论年龄，00后的年轻姑娘来找对象也一大把。论长相漂亮也多了去了。你起码有那么1-2条能拿得出来优势吧，不能什么也没有就要找年入1000万的呀。
他说自己可以退让一步，除了年收入有要求，其他的都不太做要求。可以要求这个男人啊，年龄大10岁，长得丑也没有关系，毕竟都能赚这么多了，肯定要包容人家的。家庭条件呢也不限制啊，哎，要是脾气不太好啊，他也能忍忍。听完呢，我顿时觉得啊，这逻辑真的是让我服服的了。年入千万的男人，主动权在人家的手里，怎么可能会让你有机会去筛选他们呢？你现在不是想你怎样去接受他们，而是想怎样才能让他们来接受吧？哎呀，这姑娘是一点都听不明白啊。说我要是觉得给他介绍对象困难，他可以把要求再降低一点，年入600万，北京有房子就可以。但是啊，这条件下降了，其他条件就要提升的。你不能长得太丑了，也不能太胖，平常还得顾家。哎呀，血压呀，真的王八都给我摁不住。听得我呀，一时找不到词来形容啊。就你这智商和思路，你真的配年入10万的我都觉得费劲啊。我说姑娘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我手上这款行李箱是我最喜欢的，我为什么会喜欢它呀？首先它牌子硬，地平线8号，美国著名的箱包品牌，罗永浩、周杰伦都是它的明星用户，绝对是有实力吧。其次，你看它外形颜值，宽拉杆设计，超级时尚大气，尽显高级感。360度轻音轮，钢制双轴承材质，坚实耐用。我出去旅游啊，推它推的特别的顺滑稳定，关键啊，人家还超静音，箱体100%PC 材质，更轻更有韧性，不易破裂。你看人家这很小的细节都很精致。拉链采用的是知名的拉链行业鼻祖日本 YKK 拉链，顺滑持久，拉杆还是航天级金铝制拉杆，高于普通拉杆的3倍寿命。内里的分区隔层设计啊，特别让人满意，太实用了。这选行李箱就跟选人一样，谁不想选个质量好的、颜值高的、与众不同的？喜欢啊就别错过，可以点击购买。你看我买个箱子，我都要看颜值、看实用性、看价值，何况娶老婆呢？更何况人有钱男人娶老婆呀。很多年入100万来找对象的男人，人家的择偶要求，首先第一个年轻好看，其次呀性格温柔不作不闹，第三个家庭无负担，原生家庭良好教育。年薪1000万的男人的择偶要求，哎呀，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呀。他听完就跟我反驳说呀，哎呀，并不是所有男人都像我说的那么现实啊，网上好多晒自己经历的姐弟恋的，相差10岁的，女方离异带娃，哎呀，男方又有钱对她好的，嗨，你可以看看我的评论区啊，还有说80岁老太遇到迪拜王子的。为什么杀猪盘专挑大龄剩女下手啊？因为你们相信不劳而获呀，相信着千万刀馅饼，相信国产科幻剧的剧情会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们最擅长的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有钱人身边有多少主动贴上去的年轻女性啊？还轮得到大龄剩女吗？有那些不切实际的择偶幻想呀，不如啊脚踏实地的上班工作，没事多健健身，提高一些腰臀比更实际一些。这个世界上有钱人都不是傻子的，1000万1年的利息就几十万，你想空手套白狼啊？什么都不提供就想嫁给他们改变阶级，可能吗？那些有钱人，你当他们是没见过世面吗？能用1万块解决的问题，没必要搭上1000万呢。你要有自知之明的，你想找个1000万的，要么肤白貌美大长腿，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温柔在床，要么圈子有资源有智慧。这个社会的等级划分啊，阶级锁定的是非常明显的。想靠着美丽的外表嫁给富人，前提是你得有这个价值。如果各方面资质平平，就算给你见面认识的机会，你都不一定能把握住的。与其这样，不如找个脚踏实地、找个条件差不多的男人啊，更实际一些，懂了吧？散会。我跟你们讲，这2天我真要气死了。有一对相亲男女找我理论啊，2个人上周末出去玩了3天的，回来就闹分手啊，各执一词啊。那理由听着你都跟着上老火了。男士是28岁，在私企做内勤的，这工资不算高啊，相亲不太容易。上个月就相了一个姑娘啊，这26岁会计，2个人认识有1个多月就谈上恋爱嘛。这半个月前，这女方就辞职了，觉得压力太大了啊，想出去旅游散散心，再回来找工作。哎，这男士一听就有些为难啊。你想想，裤兜啊，他没钱呀，比脸都干净啊，1个月几千块钱，还了贷款没多少钱了，一出门不得花个几千上万的。哎呀，转念一想着呀，这2人都处对象了，这不答应啊，这面子上又挂不住啊。于是啊，他又答应了。这姑娘心里是满是欢喜啊，想着阳光沙滩大别墅啊。上个周啊，这男士就通知了，这姑娘行程已经安排好了，为期3天去北京玩啊。哎呀，周5一早就飞走，周天晚上回来。这姑娘听着是贼开心啊。按照计划呢，2个人周5一早就到了北京。哎，导游接到了，一片银发的大爷大妈们啊，这才知道男士报了个夕阳红的团，3天北京游啊，一人还不到500块钱，满车都是大爷大妈。这姑娘就不爽啊，我要的旅游是飞机、游艇、法拉利，你倒好给我整个大巴大爷和大妈。这男士一看啊，就开始哄着姑娘坐下来，和谁在一起旅游没关系，我们是出来看风景的啊。好了。最后呢，2人算是和解了，认了，钱也花了去玩嘛。这第一站到了长城哈，那到山脚下之后啊，这姑娘抬头一看啊，那长城老高了，一眼望不到头啊。导游呢就推荐坐缆车，很方便，能够做到半山腰。
这姑娘呀，哎就要去做，男人就劝她，长城爬了才有意义，不到长城非好汉嘛啊！坐那车俩人得花300块钱，一会儿到了他就没意义了。结果这满车的人都报了缆车啊，这姑娘就意见特别大。这男生就解释啊，这腿脚不好的人才坐，咱俩年轻人啊不用。就这样呢，两人到了长城啊，愣是爬到半山腰啊，累的是半死不拉活的。这事儿还没过啊，晚上安排的酒店是标准间，这俩人为了避嫌呀，就各自和大爷大妈们合住。哎呀，这给这姑娘气的啊，嫌大妈打呼噜受不了，要花钱订大床房。男士就给劝住了呀，这都凌晨1点了，再坚持一下就天亮了嘛，半夜开个房这也太不划算了。好了，就这么过了一夜啊。第二天呢，俩人就去看这个天安门之类的自由行嘛，行程比较顺，但是啊，人家夕阳红的团他不管午饭的，给安排到附近比较有名的小吃街上去了。姑娘一听啊，来了北京，我不得吃北京烤鸭呀，嚷嚷就要去全聚德。好嘛，一问一只鸭子好几百，比团费都高啊。男人就说呀，这金一条店不行啊，不去了，换个其他的。人家姑娘可不愿意啊，俩人在路边这么吵啊。男士就说呀，自己的消费能力还没达那一步。这姑娘就说啊，这难得出来一次呀，你回家可以省着，出来玩了该花还是要花的。好了，两人反正是各执一词，最后男士妥协，说带着姑娘去吃点北京特色，结果吃了2碗老北京炸酱面，花了60块钱，差点没给这姑娘气炸了呀。哎呀，好在晚上这男士答应这姑娘吃老北京火锅呀，美团上各种团，到了店里也不能多点，一多点这男士就说呀，北京这地儿太贵了，吃不起。最后一天呀，上午玩了玩啊，下午就回家了。回家之后，这姑娘就发信息啊，说两个人不合适啊，很不合适。男士一听就赶紧挽留啊。这女方就觉得呀，这次出门啊，就直接就看出来男士太抠了。他不是一个花钱很大方的人，但是也绝对不能这么算计吧。男士就解释说呀，自己过日子这不都是精打细算吗？我1个月6000的工资，还了贷款还剩了不到4000了，除了生活费，我也不得多省省嘛。俩人就这么谈着谈着他崩了啊，闹了一天啊，找我理论，要我给断案。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啊，男方只是省的比较多，并不是抠啊，这确实和个人能力以及消费习惯有关系。你让月薪几千的人突然去享受月薪几万的人的生活，他适应不来啊。女方你要么权衡男士的这个人品、工作、性格等等，再看看自身的条件，对吧？再去确定两个人合不合适。另外呀，给个建议啊，旅游这事儿啊，很多人都会吵架，谁出钱听谁的，你不满意自己出钱安排嘛，两人都开心啊，不要自己不想出钱还得埋怨着别人，这事啊就有点不太地道了。也送男士一句话啊，有句话叫做骑着自行车去酒吧呀，该省省该花花，只要对方要求不太过，咱也互相理解。最后啊，鞋合不合适脚知道，你多磨合舒服了才能走下去啊。哎呀，别磨出泡了还得硬磨呀，对不对？